邻居杨乐后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咳嗽，我把他的所作所为发到公寓群里，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。当晚他们儿子死了，邻居要让我偿命。小磊助手提醒您，门外有人停留。我拿起手机调出门上的监控视频，隔壁的女人立在我家门前，她见左右无人，扯开口罩，对着我的门把手咳嗽了好几下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我头发都要立起来了，立刻把这段视频转发到公寓群。staff 住户，我记得你阳了有3天了吧？你干的是人事吗？你知道恶意传播传染病是犯法的吗？微信名为李梅红的账号发了一长串语音，声音尖锐，用词粗俗不堪。你他妈的凭什么拍我？你他妈侵犯我肖像权了，知道吗？住我对门的邻居说话了 staff， 你这种行为影响的是整个4楼人的身体健康。李梅红的丈夫刘涛跳了出来，你们咳嗽能忍住啊？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呀？连别人咳嗽都要管，大号感冒而已，看你们那怕的死样，厉害就搬出去住，搬到高级小区住。他还嬉皮笑脸地说，早阳早好，我们这是在帮你们。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们还有个小孩，白天在家里打篮球，往墙上钉钉子，深夜动不动就尖叫，还会用竹竿挑女邻居挂在阳台上的贴身衣。每次上面提醒，李梅红和刘涛都是同一副嘴脸。小孩子天性好动不是很正常吗？嫌吵住高档小区去啊，那里隔音好。哦，忘了你没钱，没钱你可以去卖呀。我们也报过警，但在警察面前他们就会装出一副老实样，警察一走他们就原形毕露，不仅变本加厉的制造噪音，还让他们小孩往周围人门口撒尿拉屎。平日里周围邻居都已经受尽他们的折磨，这次的事件完全点燃了他们的怒火。我对门414的重点男人，我看你们一家才应该滚出去。325毒瘤，一家子都恶心到极点了。刘涛怒不可遏，老子明天就挨家挨户吐痰去，我们家阳了，你们也都别想好过。随之而来的是隔壁小孩尖利的叫声，他一边叫一边拍篮球，好似恶魔。我正戴着耳塞睡觉，听到了隔壁又传来小孩尖利的哭声，然后是通通的撞头声，男人女人的哭和小孩的哭声混合在一起，很吵闹。有一瞬间我恨不得拿把刀把他们一家都杀了。我的耳塞质量很好，消减了大部分噪音，能让我勉强睡着。他们夫妻俩也并不和谐，刘涛没什么本事，还很爱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听说还传了病给李梅红。他们俩晚上吵架打架也是常事。第二天凌晨，我是被破门的巨大响声惊醒的，一看手机才凌晨4点，隔壁又在搞什么鬼？我烦躁地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觉了。等我睡醒，发现李梅红一家在社区群里发了许多条消息。凌晨3点，刘涛，妈的，是谁把我家门堵住了？李景红，424的，是不是你？快把门开开！我儿子一直在痉挛，医院救护车来不了，我们得赶紧去医院。刘涛，424，你再不开门，我他妈杀了你！他们延绵不绝地辱骂着我，发泄着情绪，全然忘记冷静下来，想想别的开门的办法，好想把我骂死。他们家门就能打开一。凌晨3点半，李梅红开始哭着哀求了：“你们谁来帮帮我们？我孩子要不行了。”有一个没有备注房间号的人冷冷地说：“你们家明前有病毒，我们不敢去。325打119啊！两个傻逼。”刘涛：“424，别他妈装睡了。”李梅红：“快开门啊！119 15分钟后才能到，我儿子要不行了。”消防队来了，破门成功，带着小孩去医院了。刘涛在群里艾特我：“424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让你偿命。”现在已经7点45分，我一脸懵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回复道：“我没锁你家的门，我昨晚一直在睡觉，就没出过门。门外很安静，但我不敢开门，一是怕病毒，二是不知道隔壁会来没，怕他们两口子发疯伤害我。”我点开门口电子屏幕，发现摄像头不知道怎么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我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刘涛突然出现在我门口，面部狰狞，犹如厉鬼。424，我儿子死了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我试图解释，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，但我的确没有堵你家的门。刘涛堵住猫眼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：“你先把门开开。”我不开，我将防盗链挂好。我没有堵你家门，你应该报警，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。把门开开！刘涛对着门拳打脚踢：“贱人，你现在把门开开，我给你一个痛快，不然我非给你拿个1000刀，再给你留口气，送你去喂狗。”我听得浑身发抖，拿出手机拨打了110。老旧的门摇摇欲坠，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咬咬牙，连门带锁全部都换了。424，我是警察，请开门，救星来了。我赶紧戴上口罩，冲到门口，手已经挨到门把手了。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看看猫眼，猫眼突然被刀刺穿，要不是我反应快推开了，尖刀会直接刺爆我的眼球，戳进脑子里。冷汗已经侵蚀了我的后背。就在我后怕之时，另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你可以开门了。一本警察证从门底塞了进来，男警官名叫杨子清，25岁，很是英气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看到门外2个戴着口罩和面罩的警，差点哭出来。警察同志，他要杀了我！刘涛被另一个警官双手紧按在地上，闻言奋力挣扎。警察，是他先害死了我儿子，我们俩七嘴八舌。杨警官试图控制住局面，你们俩一个一个说。王女士，你先说。我把手机拿了出来，一边给杨警官看聊天记录，一边跟他讲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昨晚一直在睡觉，
直到早上我才看到群消息，但我真的没有堵他家的门。刘涛梗着脖子吼：“你放屁！你就是因为我老婆冲着你家门咳嗽，记恨我们，所以才半夜反锁了我家的门。”杨警官带着一次性手套的手滑动我的手机屏幕，对昨晚楼里的纷争有了大概的了解。待刘涛说完，他蹲下身看了看425的门，门确实被反锁了。听刘涛说，钥匙都打不开，是消防员把门撞开了。杨警官看到了我的电子门锁，你的门锁有摄像头吗？有，但它好像坏了，一片漆黑。我转过头，发现摄像头上贴着一截黑纸，刚想撕下来，被杨警官拦住了，不能破坏现场。我讪讪地收回了手。走廊里的监控也早就坏了。刘涛又开始挣扎了，目眦欲裂，恨不得跳起来把我撕了。警察，这张纸肯定就是他贴的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杨警官皱眉，把他铐上。刘涛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不公正，他才是杀人凶手，你们应该铐他啊！放开我！我知道了，你们跟他是一伙的，你们两个都被他收买了。杨警官无视刘涛的发电，义正言辞：你们两个都给我回警局。刘涛被铐在副驾驶座位上，我和杨警官坐在后座。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失足社区群里有人发消息了。杨警官道：打开。所以425，你们孩子怎么样了？414回答道：似乎是没了。早上警察都来了，把425那个男的和424都带走。有3个人发了震惊的表情包。我昨晚睡得太死了，什么也没听到。哎呀，节哀顺变吧。李红声音凄厉：你们都是害死我儿的凶手，你们昨晚但凡有一个人能帮帮我们，我孩子都不会死，你们都是杀人凶手。414，你男人打你和你儿子也不是1次2次了，你每次都在群里喊救命。最开始我们去帮你了，你第2天怎么说的？说我们多管闲事，这谁还敢帮你？李美华还在控诉凶手，反正你们都是凶手。没有人反驳，也没有人在表达同情了。这一家子人都不可理喻。警局里，警察盘问了我一上午，到现场搜查的警官也没找到我的可疑之处。杨警官嘱咐我不得离开本市后，就让我回去了。刘涛因为拿刀威胁我，侮辱警察，被关了起来。幸好，不然我都不敢回出租屋了。但我也得趁刘涛出来之前赶紧搬走。我躲着李梅红回到了出租屋，正吃着午饭呢，群里又吵了起来。115，大家都不要开门。425那女的正在挨家挨户吐口水啊，有病吧？真没有素质。425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昨晚没人帮你家了吗？你再这样做，我们就报警了。李美红，你们都是凶手，还是那个没有被捕的人？呵呵，你男人不是说只是大号感冒吗？真是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，不觉得疼。谁都不是凶手，你们儿子就是被你们害死的。这人还配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。李美红在群里破口大骂，其他人也看不下去了。兄弟，你这话就有点过了，要尊重死者。哼，一群圣母，进群都要改备注的，你为什么不改？那人干脆利落的改了个备注：526的你父亲。这个人有点可疑。杨警官没收了刘涛的手机，应该也能看见群消息。李美红：526，我今晚就让你去陪我儿子。526，我可不下地狱。我皱皱眉，这人嘴也太毒了吧。第2天，公寓群又炸了，有人发了一张血淋淋的照片。526的房门大开，男人倒在血泊之中，已经死去多时。邻居阳了后，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咳嗽，我把他的所作所为发到公益群里，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。当晚，他们儿子死了，邻居要让我们整栋楼偿命。第2天，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血淋淋的照片，526的房门大开，男人倒在血泊之中，已经死去多时。我手速很快，将图片保存了下来，下一秒，图片便被群管理员撤回了，别发了，小心群被封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513是个女生，她情绪已经崩溃了。我早上上班，一打开门就看到她死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不会被当成杀人凶手吧？先报警。呜，已经报过了。他家没锁门吗？门大开着，不会，真的是425的人干的吧？这种事情没有人敢妄下结论。见没人回复，205默默把消息撤回了。刘涛还在警局里，难道是李梅红干的？我的侦探魂熊熊燃烧，真想冲上去看看，可我怕病毒。有人感叹道：哎，这楼里越来越不太平了，我已经想搬走了。我心道，俺已经刷了一晚上租房软件了。警察来了，我观察着现场照片，照片是目击者从自己房间门口拍的，死者面朝房间内侧，面部朝下，应该是被人从背后偷袭。图片有点模糊，看不清伤口到底在哪儿，肯定不在背上，难道是脖子？我脑子里浮现2个词：熟人作案，一击毙命。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李梅红，2个人跟仇人一样。526的男的不会和和气气的请他进屋，更不会把后背交给他。没过多久，听到有人敲门，王女士，我是杨子欣，估计是来问我话的。他们站在门外，我们可以进去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在争取他们同意后，我给他们消毒并让他们进来。杨警官打开了黑色皮的笔记本，开始询问我：你认识住在526的人吗？只在楼梯间打过照面，但是他刚搬来的时候，因为噪音问题，跟425一家发生过很多次冲突，好几次差点跟刘涛打起来。有报警吗？他没有，但我偷偷报过，都没能有效解决。昨晚你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反常的动静吗？其实昨天晚上526的人来找过我。杨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变得犀利了一些，详细说说。大概是8点多，我正在工作，听到有人敲门，我看监控，发现是一个男的，他说他住526。
让我打开门，想跟我说点事。我一个女生，哪敢给他开门啊？他还没戴口罩，太不自觉了。我就让他在门外说，他非要进来，我就不搭理他了。他见我不理他了，骂了我2句，去敲我对面的门了。但我对门那时好像还没回来。杨警官在本子上写了一会儿，问我可以看看你的监控吗？我忙不迭点头，可以。监控画面和我说的大差不差，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我看着杨警官眉头紧皱，猜到这案子很棘手了。杨警官告别之后去问下一家了。我收拾就出门去找房子。回来的时候，杨警官已经问到309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309开门，住在里面的也是个年轻人，对杨警官的问话很是配合。杨警官回头看我，吓了一跳，天爷，你口罩上都是血啊！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流鼻血了。你怎么了？309转头进屋给我拿了一包手帕纸和新的口罩，可能是天气太干了。我接过纸和口罩，谢谢你。这个309人还挺好的吗？我找了几天的房子，不可思议的是，不管是哪里，一大半住户都阳了，但我一定要做好防护，坚决不阳。回家的路上，一个男的迎面走来，他不仅没戴口罩，还一边走一边自以为潇洒地抽着烟。我刻意躲着他，贴着墙根走，不知何时，男人竟然走到我身边，朝我吐了一口烟气。他看着我，冲我得意地笑着，N95都挡不住他滂臭的口气。我真想给他一耳光，但想想我那麻杆粗细的胳膊，只敢瞪他一眼，然后撒腿跑了。我隐约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，上楼梯的时候头越来越沉。我不会发烧了吧？是下午那个男人。天哪，我严防死守这么多天，就因为那个男人，功亏一篑了。畜生啊！我昏昏沉沉回到出租屋，正在开门，发现我门锁上的摄像头被砸碎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想在群里质问是谁砸我的摄像头，看到4、5个杨警官的未接电话，群里还有个视频。刘涛先是踹了好几下我的门，然后拿锤子砸了我的摄像头，让你装这个，你不装这个就不会出这么多事，都是因为你。杨警官从楼梯口过来了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头太疼了，没注意。杨警官，你别靠近我了，我好像发烧了。你没碰上刘涛吧？他下午放出来了，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我就赶紧过来找你了。杨警官还是朝我这边走了过来，面罩下的双眉紧皱，有血腥味儿，很浓重的血腥味儿，让他隔着口罩和面罩都闻到了。425的门被撞坏之后，一直没有修理。杨警官打开虚掩的门，血腥味儿扑面而来，屋子里很黑暗，只能借着对面楼宇透进来的光，看清墙边的床上躺着一个人。杨警官打开灯，刘涛仰面躺在床上，血液喷射了一大片墙壁。我捂着嘴问杨警官，致命伤是颈部大动脉对不对？和杀526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对不对？那人如同幽灵，悄无声息地来，收割完生命后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我脚底生寒，他到底是谁？又为什么杀人？我看着杨警官给警局打电话的时候，盯着地上的酒瓶碎片若有所思，闻言瞥我一眼，又瞎打听。你回你房间去。我瘪嘴，听话的回去了。警察连夜调查，门外面一直有说话声，但我不仅不觉得嘈杂，还觉得无比安心，直接睡着了。我一觉睡到第2天中午，外面已经安静了。我烧得更厉害了，量了量体温，38.5摄氏度。我再一次在心里诅咒那个恶心的男人，水壶里却只有凉水，我连烧热水的力气都没有。算了，就这药凑合着喝吧。还是杨警官勘察现场知道隔壁的我发烧，就顺带烧了一些吃的和水果给我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发烧的第3天晚上，李梅红回来了，她站在我门口，一会儿边砸门边破口大骂，一会儿又嚎啕大哭，用头撞门。这家人作恶多端，但如今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，也实在令人唏嘘。可是既不是我锁了他家的门，也不是我让他们在那个夜晚变得孤立无援，更不是我杀了刘涛，他不过是满腔的怨恨和愤怒无处发泄，又觉得我好欺负罢了。我打了110，李梅红喜提派出所一夜游。次日我来姨妈了，杨家痛经，我难受的想死的心都有。我拖着快要散架的身体下楼，走到1楼平台那里时，遇到了李梅红。李梅红看到我，原本空洞无神的眼睛迸射出仇恨的光，还从胳膊上挎的布兜里掏出把水果刀。贱人，终于让我带到你了，我要让你给我儿子男人偿命。我转身往楼上跑，也就跑了10几个台阶，我就不行了，喉咙和肺像破风箱，呼啦啦的响。紧挨着楼梯的309打开了门，我来不及思考，冲了进去，关上房门。李梅红在外面砸门，309正要出门，看到我闯进来，有些惊讶。我背靠着门，不停咳嗽，他后退几步，警惕地看着我，你阳了。我终于缓过来了，缩在角落。我是424的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有人追杀我，我跑不动了，才进到你房间的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消毒水，喷洒了一圈，真的对不起。309看我的眼神突然无比阴冷，让我觉得他比屋外的李梅红还要危险。他的一只手背到了身后，你阳了，为什么还进别人家？你是要把病毒传染给我吗？门外传来救星的声音，李梅红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警局闹完，回来还闹？你是真想被关个10天半月，让你儿子丈夫后事都没人料理吗？杨警官敲敲门，里面的开门。我打开门，顺便把被我摸过的门把手消了消毒。李梅红，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等我把你抓进警局吗？李梅红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，灰溜溜地走了。309看到杨警官，脸色好看了些，是杨警官啊。他的手从背后拿了出来，什么也没拿。杨警官与他寒暄几句，带着我走了。我与杨警官上楼，309关上房门，微微别扭地走下了楼。我瞧着有些奇怪，想回头再确认一下，被杨警官制止了。他压低了声音提醒我别回头。上到4楼，杨警官对讲机响了，杨哥，目标已到楼下，大田跟上，通知技术组快点过来。
我震惊地睁大双眼，我看着杨警官的背影，突然热血澎湃了起来，真相似乎浮出水面了。凌晨3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你叫的代驾到了。这通电话一下让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了起来，紧紧盯着黑漆漆的房门，没人敲门，但电话另头又传来了声音：你的代驾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将车钥匙给我。我迅速地将电话挂断了，脑海中不停地搜索着关于代驾的事情。可昨天晚上只是在外面和朋友喝了些酒，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感叹自己有车子，但是喝了酒开不了的痛苦，之后便自己走了回来，再然后便记不清了，只感觉脑袋晕沉沉的。我壮着胆静悄悄地走到了门前，透过猫眼往外看去，果然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黑色高领便衣、头戴鸭舌帽、嘴上戴着口罩的男人，看着正出神。门口那男人突然的靠近猫眼，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我吓得一激灵，手上的手机突然掉在地上，在宁静的夜晚中显得格外的刺耳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回应道：你走吧，我现在不需要了。有病！男人骂道。过了片刻，在猫眼中便看不到那男人的身影了。我回到了床上，心中还是一阵心悸，到底是谁帮我点的代驾呢？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恶作剧？在自我猜忌中，我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，可却是一无所获。我愈发的感觉到事情的严重，索性便打算去朋友家住。也是因为凌晨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产生了不安。小丽来了，我快速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。小丽看着我收拾的这么快，随口说道：收拾的这么快，田姨，你该不会是和你新交的男朋友吵架了吧？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？我下意识地回答道：就是昨天你喝醉酒把你送回去的那个男的，还别说长得倒是蛮好看。田姨，你真有眼光。小丽还没有说完，我就已经愣在原地了。男朋友？昨天把我送回家的。我昨天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吗？我的心脏开始剧烈的跳动。昨天居然有个陌生的男人送我回家，那他会不会趁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？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小丽看着我有着惊恐的表情，也多多少少意识到了。田姨，田姨。小丽将我唤醒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我没有正面的回答他，只是愈发的焦急，甚至有一丝眼泪在打滚。小丽，你别问了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快点去你家里好吗？小丽看着我焦急的样子，也没有多说，便和我一起来到了地下室中的停车场里。小丽开车带着我来到了收费口，看了我一眼，可我却发现自己的手机忘记在家中的鞋架上了。我慌了，这代表着我要重新回到那个家中拿手机。我有些惊恐的看了看小丽，我手机忘记拿了，钱都在那个上面。那你去拿呀，愣着干啥？小丽似乎看出来我的犹豫，便说道：要是你能开车的话，我就帮你去拿，毕竟我们已经排队马上要过停车场出口了，后面还有车子。想到这里，我也没有再多说，只身一人就回到了家的楼下。我在心中不停地暗示自己只是开门拿手机，然后就离开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。家在12楼，我点开马上关闭的电梯，应声打开，里面还有着一个长相秀气的男人。不过我现在并没有心情去欣赏，只是按下了12层的按钮，而那个男人按下的是13层的按钮。正在我心中疑惑什么时候13楼还有这样一个帅哥时，电梯依然来到了12层。我忐忑地来到了门口，并反复在心中消除自己的恐惧。打开门，由于现在是晚上，屋内漆黑黑的，朝着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什么异样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正想顺手抄起鞋架上的手机时，突然我感觉到脖颈有一阵火辣的疼痛感，紧接着就是强烈的窒息感传遍全身，血涌上脑。我惊慌的想要挣扎大喊，可是嘴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。我身体一软，意识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来后，身体的疼痛感让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。我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这是在我的家中，我被紧紧地绑了起来，身体动不了了。你终于醒了。黑暗中突然出现的身影让我的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身穿高领黑色便衣、鸭舌帽加口罩，是那个代驾。看清后，我的瞳孔也不由一震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罪的？我恼怒地说道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那黑衣男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：现在你的命在我的手上，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我身体一僵，我本是打算先拖住他，等到小丽发现事情不对劲时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故作镇定，你打算干什么？黑衣男冷冷地笑出声来，随后双手抱着头开始失声大笑起来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。我的脸色也愈发的难看了起来。我不怕被绑架，但我怕绑架我的人是个疯子。在我惊恐时，黑衣男说了一句令我琢磨不透的话：只有杀你们，我才有活下去的可能。近乎疯狂的语气，他朝着我走来了，手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菜刀，在我的惊呼中朝我砍了下来。和想象的不同，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，只是感觉身体异常的疲惫。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你的代驾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的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那黑衣男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，而我此时却回到了床上。你的代驾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的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之前杀了我的黑衣男不见了，而我此时已经回到了床上，我没死。就在我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时，电话那头又重复了一遍：你的代驾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把车钥匙给我。那熟悉的声音让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我看向手机，上面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却被标注为代驾。这熟悉的一幕让我感到疑惑。我站起身走到了漆黑的门口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，还是那个身穿高领黑色便衣、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我又回到了凌晨3点？我抱着疑问拿起了手机，果然上面显示着凌晨3点。我只感觉一阵恍惚，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我的心跳骤然提升，你走吧，我没有叫代驾。
有病！男人骂道。我开始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那个时间点上。在惊恐之余，我想到了之前小丽对我说的话，这个男人进过我的家。我立马紧锁房门，坐在床上惊恐地等待着天亮。第二天，我便联系了开锁公司，将我的门锁换了一个，并且提前就收拾好了我的行李。在没有提前说的情况下，我一个人打车来到了小丽家。敲门之后，小丽便很快就开门了，只是看到了我有些惊讶。很快到了夜晚，我迷迷糊糊之中好像听见了小丽下床的动静，没有多想，我再次沉睡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周围飘来一阵阵浓雾，把我呛醒，映入眼前的便是一片火海。我发现小丽并不在这里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可见度急剧的下降。我想逃离这里，可所有的去路都被封锁了起来。我瞬间慌张地蹲在了地上，很快我清晰地感受到来自每一寸肌肤的撕裂感，随即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了之后，我又回到了那天凌晨。你的代价到了，无尽的轮回让我崩溃了，心力交瘁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。鬼使神差的我拿上了厨房的菜刀，打开了门。门外那黑衣男见到我明显愣了一下，显得很意外。我眼神空洞地看着黑衣男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没有犹豫，我抬起拿刀的手重重地砍了下去。在黑衣男的一声尖叫中，他死死地倒在了地上。看着倒在地上没有动静的黑衣男，我一直悬挂的心终于舒缓了几分。这一晚我睡得很香，但还没有迎来白昼的黎明，便感到眼前有着一阵火光。我嘶吼地大叫着，任由火势蔓延至全身，仿佛感受不到痛觉一般。我带着焦黑的皮肤跑到了电梯口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小丽。他正拿着一罐红色的油桶朝着安全出口走去，像是感受到了我的注视，他回过头来与我对视，原先冷漠的神情变得惊恐，也不顾手上的油桶，转身就跑。他想杀了我。我脑海里的小人不断地述说着，我只感觉脑袋要炸了一样。够了！我怒吼出声，眼中也彻底的红了起来，拿上了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菜刀。我大步地朝着小丽的方向走去，一刀落下。我看着她定格在那煞白脸上恐惧的表情，我放声大笑，随即眼前一黑，身体软倒在地。我再一次陷入黑暗，而这次时间变得格外的漫长。当意识逐渐被唤醒时，我只看见了一个人影站在我的面前，是一个身穿白色大褂的女生，大褂紧紧地将全身包裹，好像只有头是裸露出来的，而她此时正在看着我。你终于醒了，黑衣。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但很快我便愣在了原地。黑衣是谁？是那个代驾吗？他为什么会叫那个代驾的名字？我的大脑要炸了！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人，突然我猛掐住她的喉咙，眼神中只有无尽的决然。她像是没有想到我会这样，就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。她痛苦地哽咽着什么，像是在说什么话，但我并没有放过她的意思。为什么要叫我黑衣的名字？为什么要叫我一个杀人凶手的名字？我狂躁地大喊道，但这几声似乎引动了什么。在我面前的大门突然打开，从外面走进了一个长相偏老的老者，同样是紧紧穿着白色大褂。他看着我，田姨，你不要激动，他并不了解你现在的情况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你先把他给放下来，我就告诉你在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老者沉声道。我思考了片刻，还是将他放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心软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即将掐死他的瞬间，我似乎也看到了死亡，而那种感觉随着我将他放开，正在衰减。女人费了好半天才缓过气来，老者将他带到自己的身后，转向我说道，田姨，你其实是我们医院的病人，而你患有的是多重人格症和被害妄想症，你身上有着数名人格，相信你在刚刚治疗的过程中也发现了，这种症状往往会在你的身上不定期的转换人格，也许现在你是田姨，但下一刻你也有可能是黑衣。现在你的情况药物根本不能改善，所以为了保护你和其他人的安全，迫不得已只能将你关在这里接受治疗。那老者看着我说话像是带着魔力般，我看着他有些失神了，似乎在我的心里对这个老者就有着莫名的尊敬。我平静地点了点头。老者见我不再狂躁，并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白色药物，这个是帮助你治疗的药物，你将它吃了就好。说完，老者将药物递到了我的手上，我犹豫一会儿，还是将那颗药物吞了下去。很快我就感觉到眼皮传来的重量，全身都使不上力气，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眼前的两人，视线首先从我的身上那白蓝相间的病符划过，再到了那老者和女人拖鞋处，紧接着是白色大褂下的一丝蓝色的条纹，最后视线移到了两人充满笑容的脸上。嗤嗤，脑中一阵电流声穿过，我陷入了昏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意识在黑暗中被一阵细小的声音吸引，随着距离的加近而变响。终于我听清了，你的代价到了。自我意外失明后，感觉老公像变了一个人，其他的细节就更加添加了我的恐慌。那天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前依旧一片漆黑，我摸了摸手腕，能清楚地感觉到被绑的痕迹。坐起来的时候身上还是酸疼的，我摸了摸身边，床单已经凉了，显然老公已经起来了。自从我受伤，无论什么情况，他总是早我一步起床。我感觉上身有些冷，发现昨天晚上睡觉时还穿在身上的衣服，此时已经不知道在哪了。我摸索着衣服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今天能看见吗？张明沙哑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我摇了摇头，他语气没有丝毫波澜。出来吃饭吧。我让张明先出去。听到关门声后，我摸索着找到了我的衣服，却感觉这些衣服的感觉是我之前没有买过的款式，但我也没有在意。突然，我听见门口传来一阵压抑的喘息声。自从我失明之后，其他感官格外敏感，
喘息声虽然很轻，感觉尽量是在控制，还是被我听见了。张明居然没有离开，他只是关上了门假装走了，然后在门口偷窥我换衣服。我内心升起一股恶寒，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4次了，但是我不敢表现出一丝的抗拒。1个月前我出了一场车祸，命保住了，只是眼睛看不见了。权威专家都说我的失明只是暂时的，但我心情却一直低落。还好老公张明一直鼓励我照顾我，什么家务活都不让我做，让我谨遵医嘱好好休息。但是从我受伤后到现在也没见过一个外人。张明说不能妨碍我休息，但我心里一直有种奇怪的直觉，而且他每天早上都会问今天能看见吗？他一向脾气暴躁，很少会这么有耐心地询问同一件事情。但这次车祸过后，我发现老公张明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本来我还觉得挺暖心，直到遇到一些细节就增添了我的恐慌。那次我无意间碰到他手的时候，发现他居然在戴着手套。家里也没有什么需要戴着手套的活啊，他戴手套做什么？张明说医生说我眼睛的恢复一定要注意，不能感染，所以他戴着手套保证卫生。直到那天我摸索着走到卫生间，结果一个拖把把我绊倒了，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。听到被拖把带倒的卫生间里的瓶瓶罐罐，我条件反射地抱紧自己的身体。张明冲进来的时候，我身体抖得更厉害了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只是将我扶起来，语气关切地检查着我的状况。自从我出事之后，张明的嗓子就因为上火哑了。知道之后，我是有些受宠若惊的。我刚想说没事，在触碰到张明的手的时候愣住了。他无名指上的茧子去哪了？张明的无名指有一个厚厚的老茧，那是他曾经做苦力的时候留下的，没办法去除，现在却不见了。开始我还以为是我摸错手里，但是2只手都没有。我试图更仔细地摸索，却发现张明的手比之前宽大细腻不少。我还想继续的时候，张明却将手快速地抽走，扶起我的肩膀，走到客厅继续他的工作。坐在沙发上，听着原本让我心安的键盘敲击声，此时我却浑身冰冷。所以这就是他最近一直戴着手套的原因吗？一个让我又惊又怕的念头席卷了全身。这个每日和我同床共枕的男人，不是我老公张明，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。自我失明后，这个每日与我同床共枕的男人竟然不是我老公。书接上文，无意间触碰到老公的手，却发现他无名指上厚厚的老茧没有了，而且他的手比之前宽大细腻了不少。一旦有了怀疑的念头，就开始生根发芽。之前的一些被我忽略的细节都在此刻被无限放大。比如张明不会和我一起睡觉，总会在我睡着之后才躺在我身边，而且我累得昏睡过去之前，明明记得自己是穿着衣服的，结果早上醒来就是光着身子。偶尔几次半夜被噩梦惊醒，我都能感受到从后面投过来的炽热目光。张明根本就没有睡觉，他在一直盯着我。想到这，我开始忍不住浑身发抖。张明应该是注意到了，走过来坐在我身边。感觉到他的靠近，我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，但是克制住了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他声音听起来十分关切。我想吃香蕉了，老公。我心思一动，决定试探一下。香蕉？你等下。张明很自然地将香蕉递到我面前。不，你先吃第一口，你最近辛苦了。我抓着他的手撒娇地让他吃第一口香蕉。张明快速地将手抽回，说自己来。我一直注意着他的反应。2分钟过去了，张明居然没有呼吸困难。我手脚开始冒冷汗。我终于确定到眼前的男人不是我的老公张明，因为张明对吃香蕉过敏。他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假扮我的老公？我老公在哪？我食不知味地将香蕉吃光，然后以困了为由说要回房。这个男人扶着我的胳膊，搂住我的腰，说带我回屋，指甲使劲扣着我的掌心。我一定要表现得自然，不能露出一点破绽。我躺在床上，张明调好助眠的音乐，将2粒药丸放到我手中。吃完药，早点睡。我知道他在看着我，我只能把药放进嘴里。盯着我吃完后，我听到了轻轻的关门声。我装作和往常一样上床睡觉，我极力抑制住身体的颤抖。在不清楚这个男人是谁之前，我不能露出一点破绽。我明显感觉到靠门的位置呼吸声轻微的加速，虽然隔着音乐，但是我的耳朵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同。我知道我的面前一定有个目光锁定了我，我只能将被子往上拉了一拉，挡住那道灼热的目光。我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呼吸频率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细小的开门声才又一次响起。那男人出去了。我长叹了一口气，整个人都蜷缩了起来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我该怎么办？我拼命地揉搓着我的双眼，这该死的眼睛什么时候能看得见？刚刚那个人递给我的药，我只是假装吃了，其实在我手里攥着。我把药偷偷地摸索着扔到了垃圾桶里。每次吃完药，我都会快速地睡过去，从来没有在晚上醒过来。这药一定有问题。门又一次被打开了，张明这次进来的声音没了刚才的小心翼翼，他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轻声叫我的名字。我极力地控制住眼球的旋转速度，不能让他知道此刻的我是清醒的。张明确认我睡着后，一把将我的被子掀开，手掌从我的头一直摸到我的脚，边摸边不停地感叹：真滑。他的手指停在我大腿的位置，流连忘返，嘴里嘟囔着：就一直这样吧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恋恋不舍地将手从我的身体上移开，关门离去。我确认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后，整个人虚脱了起来，捂着嘴喘着粗气，泪水再次不停地滑落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的老公张明又在哪？我要逃！但以我目前的状况，冲出家门一定会被抓住。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，不知何时我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我的眼前有微弱的光亮，我仔细辨认，居然是透过窗户的晨光。我隐约能看到外面的景色，虽然不是很清晰，但是我可以看见了。我内心狂喜，这样我就有机会逃跑了。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我又重新闭上了眼睛。张明轻轻地来到我面前：老婆，该起来了。我假装像往常一样刚刚睡醒。张明沙哑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：老婆，你能看得见吗？我赶忙摇头说看不见。下一秒，老公的脸凑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忍不住捂住嘴发出了尖叫。怎么会是蒋哲？蒋哲离我又近了一步，目光炽热，用他平常的嗓音说着：老婆，你看得见了。
身边的他真的是他吗？我叫裴科，今年刚从警校毕业，目前是 C 市刑警队的一名实习生。这天有个女生来我们警局报案，她说她叫李维，今年刚刚从 C 大毕业，有个相恋了4年的男朋友，但她觉得那个人不是她男朋友。我听得满头雾水，警局里没留几个人，都在各忙各的。你是说你男朋友被人调包了？对，他以前每天早上都要在家吃完早饭才出门，这几天都没有。还有，他下班都会给我讲公司的事情，这几天回来以后一句话不说。还有，这会不会是4年之痒？我没好意思说，耐着性子又听了一会儿，试探道：“你男朋友做什么工作的？是不是特别忙？”他是程序员。李维说起这个脸上有点骄傲，也是 C 大计算机专业的，工资很高。那是不是平时工作特别忙？我赶忙说，工作了和学校里不一样，忙完回家就啥话也不想说了。是这样吗？李维有点被我说服了。正当我以为解决了小情侣矛盾，要送客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：“但是我有天半夜醒来，发现他就站在床边一动不动，盯着我。我假装睡着，他在那站了好久，然后到我旁边躺下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我背上沁出了冷汗。李维深棕色的眼珠子像某种非人生物捕猎时的瞳孔，一时间四周都安静了。我想象了那个画面，有点毛骨悚然。隔壁组的老张拿着档案路过，是梦游吧？压力大了会有这种症状，很常见的。李维没说话，我不知道他相不相信这种解释，但他描述的都构不成立案标准。他走之前，我给了他我的手机号，让他别多想，要是还发现什么就联系我。他突然说：“裴警官，我能每天给你报个平安吗？”我愣了愣，行，暗号就用。我每天点外卖花了多少钱？怎么样？可以。这小姑娘想的还挺周全的。李维也开始天天晚上7点左右和我报平安。我今天吃了牛肉面。C 市的物价感觉比之前高了，居然要16.5。今天加班，公司给报销，嘻嘻嘻省了21.4。我一般稍微回2字，毕竟她有男朋友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不知道她怎么解释。过了几天，又有个女孩来报案，她说她叫王欢欢，她朋友失踪了。老程问她朋友叫什么名字，她叫李维，唯一的维。我脑袋一阵发懵。她说要是她出事了，让我来找这里的裴警官。我就是。王欢欢看到我连忙说，我们是大学室友，关系很好。我这几天完全联系不上她，手机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我去她租的地方也没人开门。你有没有和她爸妈联系看看？他爸妈早死了。王欢欢说，李维是他奶奶带大的，他奶奶也已经走了。老程闻言顿了顿手中的笔，你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见的？3天前。我掏出手机给他看我和李维的聊天记录，最新的消息确实是昨晚7点的。我今天吃了炒饭，8.5，那这怎么可能？李维的闺蜜来报警说李维已经3天杳无音讯，但我昨天还收到他报平安的信息，那这是谁给我发的消息？他不会已经……接上文，我去他租的地方也没人开门。王欢欢情绪越来越激动，我们赶忙安抚他，好说歹说，终于劝好了，送走了王欢欢。当天晚上7点，我没有收到李维的消息，我当时正在加班，过了半个小时才发现最新的消息确实还是昨晚7点的。我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李维该不会真的？正当我要打电话过去的时候，对面的消息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公司加班，裴警官，我今天吃了炒饭加荷包蛋，9.5。我从脚底漫上一股冷意。老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这么多天了，估计人家小姑娘也觉得没事了，所以今天发的晚了点。李维出事了。老程愣了一下，马上反应了过来，这2条消息有什么问题吗？王欢欢说的没错，微信对面的人根本不是李维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仔仔细细看那2条消息，反反复复确认了好几遍。现在是谁在和我发消息？老程翻了我和李维的消息记录，也发现了问题，这2篇的消息结尾都没加标点符号。他又说，但这还不足以断定李维出事了。我声音颤抖，说了李维和我的约定，每天的金额数字必须是一单一双的来，今天的9.5、9和5都是单数。李维他是 C 大计算机的人，很聪明，他设的这个暗号一般人也看不出来，最起码现在和我发消息的人没有看出来。我们赶去了李维家里，王欢欢今天才来说过李维家里没人，我们心里没什么底，没想到我们破门而入，居然有人在家，是个穿着 T 恤大裤衩的男人。他看着我们一群人吓得跪在了地上。那个男人眼下青黑，神情憔悴，身材高，哆哆嗦嗦地说自己叫蒋亮。厨房里探出来了个系着围裙的女人，李维。我惊讶地叫他。警局里，李维坐在审讯室里，负责审讯的警官在老程授意下说，我们已经知道你不是李维了。李维说自己就是李维，肯定是哪里搞错了，一定是警官误会了什么。老程和我站在审讯室外面，他对我说，他脸上目前看起来没什么整容痕迹，得等专家来再看看。我一阵惊慌，难道真的是我搞错了？警官问，这几天和我的消息都是他发的吗？他说今天太忙了，是男朋友蒋亮发的。我觉得他不是李维，但他很聪明，我们是今天去抓他的。他马上推断出来今天的消息有问题，说今天的消息不是自己发的，这个说法毫无破绽。警官又问他，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他在做饭，不是已经吃好了吗？他说我男朋友想吃夜宵。我和老程说，可以去查一下他的外卖记录，李维之前肯定是用软件点的外卖。我刚说完，又听到里面说，今天忙得没吃晚饭，怕裴警官担心，所以先给他发了消息。滴水不漏，我心里越来越没底。就算他不是真的李维，我们也不一定能戳穿他。这个案件算是由我发起的，要真一场乌龙，一无所获，我难辞其咎。老程说，等 DNA 检验结果出来吧。我被绑架了，被关的地方一片漆黑，大概10平米左右。绑匪没有捆住我的手脚，
甚至还把手机留给了我。可不管我怎么做，都出不了这个房子。我把希望放在手机上，却发现手机里能用的只有一个群聊，而我只要被踢出群就会死。头好痛！我撑着墙壁站起身，入目一片漆黑。有人吗？这是哪？我的求救宛如沉入海底，没有激起一丝波澜。未知的恐惧包裹着我，我背靠墙，一点点摸索着前进。我绊到了东西，整个人向前倒下，下巴生生磕在地板上，嘴里瞬间涌起一股腥甜，剧痛刺激了泪腺，我哆嗦着吐出一口血沫，紧绷的神经这一刻崩溃，我坐在地上大哭。突然，我摸到了一个东西，是手机。我连忙按亮，想打开手电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选项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数据、蓝牙等功能都消失了。我借着手机的微光看清了自己所处的地方，这里是个四四方方的房子，没有门窗，所有地方都被封得死死的，我就像是凭空出现在这个盒子里一样。莫大的恐慌彻底吞噬了我，我颤抖着想要报警，可手机上根本就没有拨打电话的按键，手机屏幕一片空白，界面上的一个聊天软件此时看着格外诡异。但我没办法了，我点开这个软件，里面的按钮全是灰的，只有一个名为奔赴的群还在不停地弹着消息。群里有6个人，群主阿良，大家都清楚上车地点了吧？娇娇，清楚。管理员王姐，你们选的地点离我家太远了，能不能换个近点的？阿良。群里安静了片刻。阿良，那王姐觉得在哪比较好？王姐，富集路公交站台就在我家楼下。富集路，这不是我今早去的地方吗？我记得我上了一辆商务车后睡着了，再醒来就在这儿了。难道我上的就是群里这辆车？可是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啊！我压下心里的不安，在群里求救。救命！求求你们报警！我被人绑架了，现在被关在一个房子里，这里很黑，封得很严实，氧气不多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可能会窒息。拜托你们帮帮我！消息发出去，半会儿才有人回。娇娇，噗哈哈哈哈，这是什么网络新梗吗？阿良，这个气氛活跃的好。王姐，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么爱哗众取宠。天哥，都定好了吗？废话这么多，没人相信我。我试图跟他们解释，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这儿。我在聊天框里输入又删掉，第一次感觉到文字那么无力。除了手机上的微光，我再也看不见任何希望。空气压抑极了，我一边擦掉糊住眼睛的泪水，一边敲键盘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救我！报警啊！我会死的！群友接连打出几个问号。王姐，神经病吧？娇娇，恶作剧也找个靠谱的剧情吧？谁被绑架了还有手机玩的？天哥，明天就要出去玩了，别杀风景。请你们相信我，我现在很危险，求求你们。到后面，整个空间完全被我的哭腔掩盖，空气的渐渐稀薄让我的声音忍不住发颤。聊天界面停顿了，我不断刷新，但没人回我。没有消息也算个好消息，说不定他们是去报警了。我紧紧捏着手机，背抵着墙，只有这样我才稍微有一点安全感。娇娇，我被他说的毛毛的。王姐，这姑娘平时就不爱跟大家说话，看着也阴森森的，不会真有病吧？阿良，王姐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是朋友。我一愣，这些人认识我，可我对他们没有一点印象。王姐，哟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我跟你说，这次出去玩，大家可都是花了钱的，不能带着个神经病。娇娇，要不这次小二姐你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。天哥，对啊，江儿。江儿是谁？我明明叫许离啊！空气越来越少，死亡近在咫尺。我喘着粗气，一遍一遍刷着屏。我不是江儿，我是许离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求求你们报警吧！报警！王姐，真疯了，好吓人！阿良，你把他踢出去吧，别败了我们的兴致。娇娇，小儿姐，你好好休息，等我们回来了就去看你。天哥，江儿，那好好照顾自己啊！不要！我手指刚刚触到屏幕，脑子里白光一闪，同时房子里响起一道机械音：你已被移出群聊。呼，氧气告终，我呼吸越来越粗重。嘎！忽然，我心口一痛，身体失重，不受控地砸在地板上。我浑身汗津津的，眼前还是一片漆黑。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又恢复了，可刚刚明明我被绑架了，被关的地方一片漆黑，大概10平米左右。绑匪没有捆住我的手脚，甚至还把手机留给了我。可不管我怎么做，都出不了这个房子。我把希望放在手机上，却发现手机里能用的只有一个群聊，而我只要被踢出群就会死。接上文，我浑身汗津津的，眼前还是一片漆黑。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又恢复了，可刚刚明明我张了张嘴，口腔里的血腥味已经没有了，连带着消失的还有伤口。难道是梦？突然我想到了什么，我跪在地上摸，脚边不远处有一块凸起，应该是上次绊倒我的东西。我又往前挪了几步，不多会儿就碰到了一个手机。我按亮一看，功能和之前一样，不同的是电量少了1格。阿良，大家都清楚上车地点了吧？娇娇，清楚。王姐，你们选的地方离我家太远了，能不能换个近点的？阿良，所有聊天记录都一模一样，所以刚刚不是梦。我咽了下口水，安静的空间里，我的心跳不断冲击着耳膜。我刚刚明明窒息死了，为什么又重来了？我来不及多想，抖着声音：“各位，我知道自己很唐突，但请你们帮我报警，不管是谁都好，现在立刻报警！”娇娇，怎么了？我摁着语音框崩溃嘶吼：“别管怎么了，报警！”王姐，你自己没手机吗？要我们帮你们报警？这警可不兴乱报。或许是太紧张，我感觉空气又开始变稀薄了，那种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。我红了眼祈求：“求你了，我现在很危险，求你们救救我！”王姐，这丫头魔怔了吧？我就说不该带她一起。又是那道电子音，
你已被移出群聊。处理人：管理员王姐。同时，我耳朵里嗡的一声，伴随着心口一痛，我又失去了意识。呼，一睁眼，还是那片黑暗。我大口喘着气去摸手机，打开，一样的界面，一样的聊天记录，电量又掉了一格，我又重来了一次。可是刚刚房间里的空气并没有用完，我怎么会？难道是群聊？好像第一次也是这样，我被踢出群后就重来了，所以被踢出群后我就会重生，相应的手机电量就会少一格。那如果手机电量用完了，我还能继续复活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可握着手机的手总在不停地颤抖。我不敢像前2次一样冲动，也不敢随意开口说话了。我得先搞清楚自己怎么会加到这个奇怪群。我缩到房子一角，调整呼吸，尽量不让自己耗费体力。群里的聊天记录是从1周前开始的，最开始只有阿良和王姐，慢慢的加进来其他人。我在里面很少发言，大多时候都只是知道了。从聊天记录来看，他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，刚结束一个大项目，公司奖励大家一起去旅行。既然说救我不行，那如果说救火呢？只要警察到达现场发现我失踪了，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。想到这儿，我切回聊天界面，歇斯底里的大叫：着火了，我出不去，报警救火，救火！阿良，怎么回事？娇娇，小二姐你没事吧？王姐，火势大不大呀？还好我家离你比较远。这条消息发出去后，大家反应都比较激烈，他们在群里疯狂艾特我，但我一个人也没回。阿良，要不我们报警吧？娇娇，好。王姐，你们报吧，快别出什么事。看到这我松了口气，只要他们发现我不在，环报了假警，肯定会来找我的。我盯着屏幕，感受着时间流逝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群里突然又闹起来了。阿良，江儿，以后开玩笑适度，这次是被警察拉出去一通乱批，下次呢？娇娇，就是别拿别人的好心消遣。小二姐，你这次真的是过分了。王姐，还好不是我报的警。天哥，我这刚完成手头的工作，你们干嘛呢？王姐，你问他呗。江儿，什么情况？我看着手机，回也不是，不回也不是。天哥，到底怎么了？姐你说。王姐，这位祖宗在群里乱嚎说他家着火了，阿良跟娇娇好心帮他报警，结果警察到了地方，一颗火星子没看见，人家呀躺床上睡得正香呢，害得阿良娇娇被警察叫去批评了一顿。我浑身血液凝固，手脚冰凉，我怎么可能会在家里睡着？难道外面还有一个我？不对，如果用群里人的视角来看，我现在是江儿，那警察去的地方也是江儿家，外面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我太着急了，竟然忘记这个 bug。很绝望，我一醒来就发现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，这里能用的只有一台手机，而手机只有群聊功能。如果我被踢出群，就会死。群里没有人相信我，我究竟该怎么逃离这个地方？接上文，群里面都是大家的谴责。我捏了捏指节，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继续翻着以前的聊天记录。我发现2天前有一个叫周岑的人进入群聊，除了来的那天发了个大家好，就没再说过话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戳开他的头像，那个发消息的按钮居然亮了。明明最开始所有地方都是灰的。我退出去又看了其他人的主页，私聊按钮都可以用了。难道是第2次重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这些变化又好像从第1次循环开始就有了。最开始我只能在群里打字，但第2次就可以发语音了。这一次是能和群成员私聊。之前我太着急，根本没发现这些变化。但是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想不明白。群里其他人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如果找他们帮忙，结局只会和前2次一模一样。我唯一的机会只能是周岑。我点开他的头像，你好。没过多久，那边就回了，有事吗？我逐字逐句斟酌该怎么跟他解释，才不会让他觉得我是个神经病。我在群里加的你，想问问你对旅游的相关事宜还有什么建议吗？他没有，你们决定就好。我咬了咬唇，决定赌一把。之前没见过你，有点好奇你怎么会突然进群啊？是新来的同事吗？我紧张地攥着手机。如果他不是新人，只是进群晚了几天，那我怎么解释自己的胡言乱语？我跟王俊天认识，他说你们出去玩想带我一个，我正好明天结束 ZC 的发布会，就答应了。给你们造成什么麻烦了吗？我呼出一口气。王俊天应该是群里那个叫天哥的。等等。ZC 发布会不是2天前就结束了吗？ ZC 是个大型游戏公司，我就是公司游戏主画师。那场发布会我还上台致辞了呢。我压下心底的恐慌，故作轻松。没有，我们非常欢迎你来。你提起发布会，我就想起旁边那家肯德基，正好今天周4还有活动。半会儿他回，我盯着这个字发愣。他没有反驳我，可是我上车那天明明是周1啊。如果外面现在是周4的话，是不是意味着外面的我还没有上车？那如果有人阻止我上那辆车，是不是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？但是外面现在还会有一个我吗？周岑先生，能不能拜托你帮个忙？那边应该已经不耐烦了。我这条消息发出去，宛如石沉大海。我闭了闭眼睛，豁出去了。不要脸总比不要命来的强。抱歉，我现在的事情真的非常重要。是这样的，我朋友是 ZC 的画师，他的画稿落在我家了，但是我现在走不开，那边又急要。这个画稿可能会影响游戏上市，你跟他在同一个发布会现场，能不能拜托你去我家帮他拿一下？我知道自己的理由很拙劣，但我只能尽力试一试。我的工作时间弹性很大，基本上每天都窝在家里画画。周岑去了，一定能遇到我。只要证实外面的我依然存在，那只需要想办法阻止我上车就可以打破循环了。抱歉，我刚刚接到公司的紧急任务，已经出门了。我心跳加快，这是个人都不会相信吧？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如果这件事办成了，你要我怎么报答都行。我咬着指节，静静等着那头的回应。你家在哪？我松了一口气，给了他地址和房间密码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又切回群聊，他们已经换了话题。天哥，
我们下一个项目会和 ZC 合作，这位周岑周总是甲方，大家欢迎一下。周岑是 ZC 的老板，我在 ZC 2年了，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还没想出个所以然，周岑的消息就轰炸来了。江小姐，你玩我呢？你发的地址根本没人住，邻居说那套房子闲置很久了。不可能，我的房子刚买1年不到，怎么会闲置很久？不过我遇到你朋友了，他有点奇怪啊，虽然看着我笑，但总感觉眼神阴森森的。我没有诋毁你朋友的意思啊，你别误会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电子音，群内出现人员死亡。深夜，突然电子门锁发出诡异声响，有人进了我家的门。叮！大半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，将我吵醒。我怀孕7个多月，这会儿正是又是睡又睡不舒服的时候。我一边都嚷着老公，你去看看咋回事，一边伸手迷迷糊糊地扒拉了一下。下一秒，我的手直接拍在床垫上，这才想起来王博出差了。机械的电子音传来，听着像是防盗门密码锁的声音。王博今天下午的飞机去国外，这会儿不可能回来，我俩的父母就更不可能了。那现在输密码的是谁？我精神一振，立刻清醒，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转头钻入了衣帽间。我刚进衣帽间，还来不及将房门关严，就听见了门锁的女中音传来：“已开锁，欢迎回家。”衣帽间没什么能用的武器，我挑了个铁质带夹子的衣架，藏进了衣柜里。又黑又安静，我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震耳欲聋。为了宝宝的健康，我的手机每天都放在客厅充电。现在我谁也求助不了。我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想从中汲取些力量。孩子偶尔的蹬踹能给我无限的安慰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没有任何动静。刚才的一切好像只是我在做梦。可当我刚要推开衣柜门时，电子锁再一次发出了“已开锁，欢迎回家”的提示音。我的头皮发麻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我不敢出去了，我不能带着孩子一起冒险。于是我提心吊胆地缩回衣柜，继续竖着耳朵听，可又变成了一片寂静。到底是谁啊？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。日渐沉重的身躯窝在衣柜里，很难受。我甚至能感觉到蜷缩着的腿在慢慢浮肿，屁股和后背也硌得生疼。困倦感再次袭来，我的眼皮越来越沉，最后竟然睡着了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还在衣柜里。推开柜门，阳光刺目。我拉着倚在卫生间门外的吸尘器，慢慢走到了大门处。防盗门轻轻一推就开了，但门外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仔细地检查了屋里每一个角落，什么都没丢。客厅有一个摄像头，我调取昨夜的监控录像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直到凌晨2点，扫地机器人突然叮的一声给自己充起了电。过了一会儿，防盗门叫出了声，轻轻打开，露出了楼道里的光亮。外面有一道细长的影子，待了大概10分钟左右才离开。然后在没有任何人操作下，防盗门第2次叫出了声。我给好闺蜜陈洛打了个电话，她跟我住在同一栋，她8层，我16层，我们俩一起长大。陈洛比我结婚早一点，陈洛是带着她老公赵科一起过来的。赵科专门设计研究智能家电，我家这一整套都是他俩送给我和王博的新婚礼物。赵科搬了个小马扎到门口摆弄着智能锁，陈洛拉着我坐在沙发上聊天打岔。有他们在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就不那么害怕了。只看见赵科手里的改锥不小心掉在地上，咕噜噜跑远了。他捡了改锥回来，检查一番后说是信号干扰导致的系统混乱，重新调频之后问题不大。可我始终觉得昨晚那道影子十分瘆人。陈洛拽着我说别怂啊，咱去物业查监控。调出来的监控显示，昨晚2点多有个人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画面里。他在每一扇门前都驻足一会儿，大部分人家都是机械锁，他摁了半天没有反应。也有几家的密码锁提示密码错误，可到我了家这儿却突然打开了门。这人应该是喝了不少酒，但没完全失去理智。门开了之后，他看了好一会儿，就又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画面。看起来确实就像个意外的巧合。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重新改个更复杂的密码就能结束这一切。昨晚有人打开了我家的电子锁，查看监控是一个醉酒的男人乱按导致的开门。天真的我以为改个复杂的密码就能结束这一切。然而书接上文，晚上我跟王博视频聊天，说了夜里发生的事。他让我把手机充好电放在床头柜上，再找根棒球棍放在卧室门口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他希望我能在枕头底下放把菜刀。后来自己给否决了，怕我毛手毛脚伤着自己。你小心点，我后天就回去了，不行的话叫你妈来陪你吧。王博远在美国鞭长莫及，又担心我出事，皱着眉头帮我想办法。我爸前2天住院，我妈得陪护，这个方法我早想到了。要不是我打电话问我妈，他俩恨不得等我生完了孩子才告诉我。哎，我妈去世的早，我爸又有哮喘，要不你去陈洛家住2天。赵科他爸妈都在，5口人挤在2居室里，我凑什么热闹？那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王博千叮咛万嘱咐。晚上我早早上了床，客厅特意留了个小灯没关。我强打着精神等到了将近12点，今天好像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奇怪的事发生。放松警惕的我很快进入了梦乡。夜里我突然想上厕所，下床时却踩到了一个滑溜溜的东西，我脚一崴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在下落瞬间，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肚子，努力地调转方向，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屁墩，头也撞在了床头柜上。疼，头疼，脚疼，屁股疼，尾巴骨疼，带着整个肚子都跟着疼。我的眼前宛若没有信号的老式电视机，黑的白的花成一大片，一股湿润的感觉从我腿间流出。我的孩子！我摸索到自己的手机，但我看不清屏幕，只能凭着感觉拨出了电话。我疼得要命，整个肚子坠着疼，像是刚刚被人打了一顿。我大口喘息着，希望能稍稍缓解一点，但没有任何作用。电话接通，是赵科，他喊着：“喂，小梦，怎么了？”我没法回答他，只能咬紧牙关蹦出了“救我”2个字，然后眼前一黑，彻底没了意识。3天后，我再睁开眼，
看到的就是王博，他红着眼，好像几天都没睡，视线下移。我原本鼓鼓囊囊的肚子，如今一马平川。孩子呢？我的声音不自觉带上了哭腔。王博把我圈在怀里，我靠在他胸口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别哭了，是女孩，在医院保温箱里，他轻声安慰我。我抬起头，看着他脸上的笑容，狠狠地捶了他一拳。吓唬我干嘛？一边说一边恶作剧似的把鼻涕眼泪都抹在了他胸前。你吓死我得了，脑震荡、早产、骨裂、软组织挫伤，我就走了2天，你差点把自己给玩没了。王涛一脸严肃地骂我。我没有，我是踩到东西才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睡觉之前特意把床边清空，就怕起夜摔倒，所以有人进了家里。我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王涛，他揉了揉我的脑袋，然后拿起手机看起了那晚的监控。监控画面毫无波动，直到凌晨3点多，赵科闯进家里，焦急的把已经晕过去，身下全是血的我抱出家门。录像里赵科的妈妈也在，她拿着手机在打电话，但离得远，只依稀录上几个音，应该是在联系医院。可我确信自己一定是踩到东西才摔倒的。